中心海它一共44层高，顶楼45楼，电梯能做到44。它这个呢是属于一个像我住的地方叫 A 栋，A 栋就是一个侧海景，像20楼以上基本上就能看到这个侧海景了。那边芭提雅的标志，包括夕阳都没有问题。那么贵一点的话就是正海景，对吧？那这里其实我觉得侧海景比较好，正海景为什么不好呢？夕阳是在西边的。朝西的，那么如果你是正海景的话，下午是非常热的。那侧海景的话，相对来说下午就不是很热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这个很多人之前拍了超市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在跟小胖说，这小胖你这个我们在芭提雅住的话，大概需要怎么样一个环境，怎么样一个成本？那反正大家也知道，小胖住在中心海，对吧？其他地方说句不好听的，我也没有很长时间住过，所以没有发言权。那今天我就给大家解锁一下，就是说中心海这个公寓，就我住的这个公寓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，给大家实地拍摄一下。我觉得大家不知道对这里会不会感兴趣啊，或者怎么样啊？我不是什么推荐大家买房卖房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要给大家看一下，大概在这个价位，在芭提雅的市区，大概能住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房子，对吧？大概里面有些哪些设施，只是做个简单的介绍。那么中心海这个小区呢，它是在芭提雅2路上，大家都知道前面就是唐人街，对吧？再过什么豪豪大浴室啊、怎样，前面就是6巷，它是属于在市区的一个楼盘。那我认为它在市区啊，我所谓市区什么呢？21航站楼到步行街。其实上我们看得上的，就我们国人看得上的公寓，一般来说超级公寓就3个。第一个的话是中心海，第二个就是 Base， 第三个就是 Age， 对吧？一般也就这3个。那么如果什么中天啊、纳哥啊，这个是原则上它不在芭提雅市区的，这是属于不同的警察局管了，对吧？其实芭提雅很大，我一直跟大家说了，芭提雅其实就这个3.4公里，从21航站楼到步行街，对吧？纳哥是属于纳哥区，归纳哥警察局管；芭提雅是属于芭提雅警察局管，然后中天属于中天警察局管，帕山属于帕山警察局管啊。所以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，而并不很多人认为就是中天就是芭提雅，这个其实是个误区。中天和芭提雅行政级别是一样的，它都属于邦拉蒙县，好吧？它这里的县就是市，这里的市可以理解为国内的一个区或者街道吧啊。这个就是我住的中心海，就给大家稍微简单的进行科普一下，就是整一个芭提雅，我们这个才叫市区，好吧？其他地方原则上在我眼里就是郊区，或者说不叫芭提雅，对吧？你说中天，它现在也不叫，但是怎么说呢？那总归叫中天。哎呦，风好大！好，我们走进来啊，整个中心海其实很简单，它分成3栋房子，这是 A 栋，这是 C 栋，然后 A 栋后面是 B 栋。给大家简单讲一下，我呢是住在这个 A 栋啊。这个 A 栋它44楼，一共44层高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个45楼，这就是 A 栋。从 A 栋上去，包括物业啊什么都在 A 栋。那么 A 栋有 A 栋的停车场，A 栋停车场原则上是外来车辆是不允许停的啊，外来车辆或者临时车辆是停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的话或者停在 C 栋的2楼。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中心海 A 栋，但是在我眼里呢 ，A 栋才叫中心海，对吧？这个是 C 栋，C 栋的话它1层、2层、3层。就这3层是停车的，然后上面呢是有几层，有4、5层吧，大概是住的。C 栋比较小，他们就没有几户人家。然后整个 C 栋的话，它上面也就每一栋房子它都会有个泳池。那 A 栋呢会比较好 ，A 栋每一层楼就9间房、10间房，它每个楼层不一样，房间不一样，就9间10间。而 B 栋呢就跟 Base 比较像了，它是类似于一排大概有20-30间房间，这是 B 栋。B 栋其实我上去过2次。因为它没有电梯卡上不去的，所以说 B 栋的话，但 B 栋有一点好 ，B 栋的海景房特别多，但是总楼层 B 栋会比较矮一点啊。那 C 栋的话，这里基本上就是停车，然后上面那个地方是泳池。那 B 栋它上面也有一个泳池在顶楼，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 B 栋。B 栋它现在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前台，这里呢就属于它的物业办公室。所以整个中心海小区它不大，它基本上就在市中心嘛，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。所以它整一个占地面积不会很大，但是1栋2栋分非常清楚。原来呢 B 栋还不错，或者低楼层的，其实10楼以上都能看到海景了。那现在我不知道这个造的是酒店还是什么，还是公寓啊？但我估摸着应该是酒店。它现在往上造了，我不知道它要造几层，但是30楼应该不会有那么高。那目前可能会挡住 B 栋的一些景观。那么像这些原来都是海景的，朝这一面都是海景的，现在可能都要被这一面遮挡了，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尬。现在你知道吧？就很尬。现在我不清楚要造到几层啊？人家 A 栋的话，如果住30层以上的，其实 A 栋的30层以上侧海景是最好的，无边无挡，直接望出去就是
上泰百货、希尔顿。回头我上去找一间房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整个中心海的一个地面环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。然后现在我们去楼上房间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到中心海随便找了一间房间啊，我家太乱。这中心海的话，它进来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冰箱，就是当年房东标配的一个冰箱。然后呢，它这里是一个2个灶头的一个油烟机，因为这套户型跟我家是一模一样的，我特意选的。这样抽开来的话，它上面就是类似于有个排风扇，可以做个简单的什么煎牛排啊、炒菜都可以。主要呢，它有个烟道，对吧？还有烟道，很多的都是没有烟道的。然后就类似于这样的柜子，然后一个小的一个洗手台，然后下面的话就是相应的微波炉啊，然后那个下面的下水池。它整一个这个平方大概在32到34左右，中心海的户型基本就这样。那其次呢就是门后面呢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洗衣机，反正这个也都是当年物业的一个标配，就是买房的时候拎包入住的一个标配，对吧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鞋柜啊。然后进来的话，它每家这个地方它是不一样的，有些是做成镜子的，有些是做成装饰的。这个当年选配是每个房间都不一样，但是户型基本一样。这里呢会放一张桌子，然后呢这里就有2张凳子。那么像我家的话，这里就会放一个电脑桌啊，然后电视机这个大小也都不一样。主要的是这一组沙发，那像这个沙发就是当年配的，然后有个小茶几。然后这家呢是因为是在33楼，所以你看一开窗以后风很大，它就有个弄堂风，你知道吧？有个弄堂风。然后这就是它的阳台。整个阳台的话，中心海它一共44层高，顶楼45楼，电梯能做到44。它这个呢是属于一个像我住的地方叫 A 栋，A 栋就是一个侧海景。像20楼以上基本上就能看到这个侧海景了，那边芭提雅的标志，包括夕阳都没有问题。那么贵一点的话就是正海景，对吧？那这里其实我觉得侧海景比较好。正海景为什么不好呢？夕阳是在西边的，朝西的。那么如果你是正海景的话，下午是非常热的。那侧海景的话，相对来说下午就不是很热了，你又能看到夕阳，又能看到码头，对面能看到格兰岛，对吧？那包括这里希尔顿都能看到。因为我这层楼是33楼，对吧？33楼的话，目前就是基本上整个芭提雅都能看在角落了，那边就是中天了。对吧？这边就是格兰岛啊，包括那边的什么东方公主号啊、东方嘉年华啊、这个码头啊，包括步行街啊，都尽收眼底啊，所以这个就还不错啊。其次，我们关上门，哎，风太大了，我们待会影响收音。然后的话，这种窗帘都是自己家的，然后后面就是到了它的一个卧室。卧室的话，基本上这个是应该算是1.8米的床，1.8、1.5米啊，就我不大估得准。然后这里呢会有一个小飘窗，它空间还是比较大的。这个化妆镜是没有的，然后它户型大小无非就是这样的，34方以上的好像是横着放的，32方好像这柜子就这样放，反正就差2、3个平方。然后这个就是它里面的柜子，然后都会配上一个保险箱，然后这个篮子也是当年标配的，下面2个柜子，然后剩下的就洗手间，这个洗手间跟我家一模一样大小，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淋浴间，然后这么一个洗手盆，然后一个抽水马桶。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造型。这个房间应该是在34方左右啊，可能我说的不准确，但大差就基本上这样。但中心海唯一好的地方是哪里呢？它中间有个移门，对吧？它可以做隔断，它可以做隔断。这样的话，隔断的话，它就是里面跟外面你就可以不影响了。那窗帘一拉以后，对吧？你外面有朋友来怎么样比较方便点？不像 Age 那边，对吧？你朋友过来或怎么样，就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卧室大开的那种类型，那基本上就可能不大适合，就是有朋友过来或怎么样。因为 Age 的户型是这样的，进门就是房间，然后房间后面是阳台是厨房，对吧？那这个的话就相对来说，你看像我这样有个隔断，窗帘一拉，隐私性会比较好。所以啊，在中心海，在这个怎么说呢？在我眼里，为什么我会一直住在这里？那我就觉得是，它是在芭提雅市区，在我眼里，虽然说它硬件各种都一般，但是它的确是最符合我这么一个标准的，对吧？包括它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可以放一个电脑桌。好，反正房间部分就看到这里了，我们继续去其他的一个公共区域看一下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这里看到了44楼了，这就中心海44楼，上面风是真的大。中心海的这个14楼呢，它类似于就是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泳池，这个泳池应该是25米啊，还30米啊，不知道。好的，
它就可以俯瞰到整一个芭提雅，包括夕阳，太阳就正对在这边。然后那边的话就是那戈，对吧？整个芭提雅的话，市区4楼应该算是最高的建筑了。啊，在这个芭提雅市区，然后呢，这个位置呢，主要好在哪里，你知道吧？好在就是那条是中路，烟花就是每年芭提雅11月份有烟花节，大家知道，烟花就在这个地方放的，你可以能俯瞰到整一个。所以过年过节在海滩边搞活动、音乐节，你压根就不需要往下去啊，就是在这个位置，基本上所有东西尽收眼底了。每天早上起来就可以看到，哎，这里有人降落伞飘来飘去，就还是有那种生活的气息的，你知道吧？包括游客的气息，那包括小孩子在这里泳池玩，而且它的泳池非常有一个特点，很多的泳池它都是淡水的，它的泳池是咸水的，应该是加了氯还是加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我不大懂，但是它是那种淡咸水。淡咸水的话，游泳对我们的鼻腔、五官都是有保护的，它的水是淡咸水的，这个是其他地方不具备的啊。这个就是整个楼上，然后那边呢，它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泡的一个那个叫桑拿吧，啊，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个冲洗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整一个大家看，就整一个我中医住下来，我觉得它的公共设施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齐全的。那么44楼走完，我们给大家走下45楼 A 栋的45楼。A 栋的45楼的话，它就是健身房、会议室啊，我们上去再说。这板边也不能不介绍，它实际上下面还有个桑拿房。这个桑拿房其实蛮有特点的，这个也必须给大家介绍一下。然后这边过去的话，就是整一个芭提雅的一个本地人的生活区了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本地人生活区呢，有几个关键建筑，我给大家指一下啊。这个那边就是中路的 Big C， 对吧？然后这边呢就是最有名的好莱坞了，好莱坞就在这里。所以好莱坞晚上人多不多？这里一看就知道啊。这个地方呢就是类似于桑拿了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啊，给大家去推一推。走到这里已经好热了。我们相机先对着自己，别等会里面有人，男生。好，我们看看啊，里面有没有？啊，里面没有人。啊，刚好里面没有人，它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，那边是淋浴加上一个卫生间，这里面呢就是一个湿蒸啊，一个湿蒸房。东西海的湿蒸房还是蛮爽的，这里有储物柜，但是没有钥匙的，这个就不要有贵重物品。那边上呢是女生的啊，这个整个四楼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45楼，45楼其实是我经常来的一个地方，我很多拍视频都在这里完成的，大家可能不知道。这是中心海的一个健身房，这个健身房呢，相比市区其他公寓呢，已经是算比较齐全了，基本上该有的也有，包括冷气打的也比较足，然后环境呢跟刚才44楼一样，然后边上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会议室了 ，meeting room。那么这个会议室的话呢，我们经常会到这里来，因为中心海整一个房子它是没有类似于挨家挨户不是都有网络的，那么在这里的话，它会就是有个公共的网络，大家都会到这里来办公啊，包括呢电脑啊办公啊，包括看夕阳，在这里都是没有问题的啊。这个角度我觉得看夕阳也是很漂亮，对吧？包括下面的泳池游泳都是可以看见的。那整一个楼盘的房子给大家看了，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。那这个小区现在肯定很多人在问，它大概租要多少钱，或者说买要多少钱？那么泰国小区这样，我们首先按照租来算，租它分年租、月租、半年租，这个都不一样。那么年租是最便宜的，每个月现在这里的房价应该在1万5到2万之间。这个因为看楼层、看景观、看 A 栋、B 栋，这个有很多的考量了。那如果说你是月租的，就住1个月的，要 double。那比如说1万5的房子，那月租就要3万。对吧？这个没有办法的。那么如果说是买的话，因为它的面积不一样，它这里一般是32方到38方、40方2房的都有。那么基本上的价位一套呢，大概在350万泰铢，大概也就在70万人民币左右。当然也可能会有简陋的，会有便宜的，但是均价基本上是在这个上面。那这里还有2房，在我们国内的概念什么呢？就是2个1居室，比如说70万。一套房子对不对？那2房是不是，比如说140万，是不是能便宜点？120、130不对，这里的2房可能要卖到150万以上，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因为楼层不一样，大概也不一样。那最多200万的2房我也见过，因为这个楼层差距，这个景观差距其实差的是蛮多的啊。所以整一个情况，大家如果对这里感兴趣，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信息。我只是住在这里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在这里的生活。那基本上呢，我是1万5的房租，泰铢，那么就是3000人民币。那么再加上水电费啊，怎么样，七七八八要到个3500块钱1个月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支出。
对吧？那所以大家可以计算一下，大家到这里来生活或到这里来游玩，那么如果说是租这样的公寓，大概需要多少的一个成本？如果按天租的话，这里的话应该是在250人民币到300左右吧之间。那当然可能有人能更好的渠道，反正基本上就这个价。那你要低一点的也有，就200块一天的也有。估计在里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矮楼层的或者 C 栋这种，没有什么景观的，反正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好吧？今天给大家就这么介绍一下，拜拜。